好，欢迎回到 Uncle Basso， 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上期我下了血本给大家讲的麦卡伦的彩虹系列，反响还不错，看来大家对我肯花钱买酒的这件事情呢，还是有所肯定的。这一期呢，我也是东买西凑，收了一套百富的故事系列，准备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我的买酒心得。今天的故事有点长，希望呢大家先给我点个赞，关注一下，倒杯酒，听我慢慢说。在讲百富故事系列之前我先把我总结的3个关于威士忌收藏以及投资的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威士忌在我们生活中早已经不再是只是喝的酒而已了，有很多威士忌的爱好者呢都会转身变为威士忌的收藏者或者投资者。那么对于刚入门的小白来说，怎样的威士忌才值得有收藏价值呢？第一，品牌性一定要是大品牌，比如麦卡伦百富山崎这一类被市场广泛接受和承认的大品牌。第二呢，就是它的故事性，具有特别意义或者有代表款的酒，有故事有噱头，升值空间指日可待。第三呢，就是它的稀缺性，少量发布的各种限量款单桶老年份的酒。其实呢，我手里的这套百富的故事系列呢，完全符合了我刚才说的这3个条件。百富的品牌故事我已经在前几期的视频中讲过了，还没有看过的小伙伴们可以翻看我往期的视频。好，话不多说，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百富的这个故事系列，看看百富这次给我们讲了哪些故事。百富的这套故事系列呢，一共包含了4款酒，一个呢是它的12年，它的14年，它的19年，还有一款是它的26年。第一款呢，百富的12年，它的名字叫 Sweet Toast of American Oak， 它是一个关于糖心橡木的故事。大家看它的外观就会发现这瓶酒它的正标其实跟我们看到的普通的12年百富是完全不相同的，它用的是一个大大的木桶的图案，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款有故事的酒了。对，没错，它讲的呢就是关于桶的故事。这款酒呢是百富的首席调酒大师大卫斯特尔特的关门弟子 Casey 调制而成的。与百富过往的酒不同， Casey 虽然沿用了他师傅的过桶技术，但是他所选的呢是美国坎塔基州的一个凯文制桶厂的白色橡木桶。他们家的橡木桶呢一致认为品质是非常精良的。 Casey 将美国的橡木桶运回了苏格兰之后，又将橡木再度的在百富自家的制桶厂烘烤了10分钟。这个呢是为了让它的橡木带出更多的味道以及颜色还有香草的气息。这款12年呢使用的是原本放入波温桶熟成的12年的威士忌的基酒，最后的一个步骤使用的就是刚才从美国带来的又经过百富自家处理的白色橡木桶进行过桶熟成数月之后才装瓶的。第二款百富的14年 The Wake of Pete， 也叫做泥煤粥，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款酒它一定带有一点点的泥煤味。作为苏格兰斯佩塞产区的老大百富它的代表的味道一直是馥郁、清新、青草香。可是大家知不知道，百富在上个世纪30到40年代之前，与其他苏格兰酒厂是一样的，都是使用泥煤这种非常廉价的燃料去烘烤麦芽。在那个时代的百富存酒都是非常重的泥煤味。2001年呢，百富酒厂的经理 Aaron Miller 认为百富应该重新酿造一些带有泥煤味的威士忌，所以呢从2002年开始，百富酒厂开始每年都会留最后的1周去蒸馏它的泥煤味的威士忌。不过呢，它使用的这个泥煤烘干麦芽的留存分值是在30 ppm， 与艾雷达所产的泥煤味的威士忌呢风味是大不相同的。这款 Wake of Pete 呢依然保留了百富自家的风味，在这之中呢它会多出一点淡淡的烟熏味，与艾雷岛的消毒水味是完全不同的，还是挺令人期待的。故事系列的第3款百富的19年 The Edge of Burnham Wood， 这是一款关于寻找石楠花的故事。 Burnham Wood 呢是百富酒厂后面山坡的一个名字。石楠花这种植物在苏格兰可以说是到处都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泥煤呢，就是由石楠花
经过多年的腐化分解形成的物质。在苏格兰，威士忌酒厂呢通常都会使用泥煤或者无烟的煤炭去烘烤大麦。这一次呢，百富酒厂想尝试用石楠花进行烘烤，去代替平时用的燃料。这款酒呢是有在烘烤大麦的过程中，在炉火里添加了浸湿的石楠花。这个石楠花呢，它产生的淡淡的烟熏味就会直接影响到麦芽，从烘烤这个步骤上让麦芽得到淡淡的烟熏味。这款酒在波本的桶里面陈年了19年，原桶装瓶48.7度。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款19年是百富酒厂历史上的第一款全部原料都来自于百富酒厂自家的威士忌。这么听起来，这个19年是不是非常特别？好了，最后一款百富的26年 A Day of Dark Barley 黑色大麦的一天。在1992年的时候呀，百富酒厂购买了一批大麦，准备进行常规的烘烤。可是这次呢，烘烤的过程中，由于烘烤过程超过了平时所用的时间，它这个大麦呀变得太干了，最终呈现出来的颜色呢是黑棕色。在这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呀，那麦芽烘烤如果过干，糖分和它产生的酶都会相对的变少，蒸馏后的威士忌的酒精度就会变得度数非常低。这种深度烘烤的大麦，其实我们平时都会去酿造低度数的黑啤。这次由于生产过程中的失误呀，本来这些干的黑麦根本是不能用的，它们完全可以丢掉的。可是呢，百富的一个贩卖师 Robin， 他就向首席的这个调酒师大卫斯图尔特提议，将这批大麦与平时他们自家烘焙的湿度适中的麦芽进行混合，这样呢，既可保持威士忌的度数，没准还可以碰撞出新的味道。这款酒呢，仍然熟成在百富传统的波本桶中，陈年了26年。它的味道呢，会自带一些烟熏的风味，但仍然保留了首次装桶的波本风味。原桶装瓶47.8度，百富呢一共装了100桶，美国仅发行了600瓶。好了，百富的这个故事系列呢，我讲完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反正我觉得呢，这套酒呢，我是买对了，也越来越觉得它值这个价钱了。而且这么一看，19年和26年还挺珍贵的，是不是？作为实验产品的这4款酒呀，14年是每年只使用了1周进行生产，产量自然是非常稀少的。然而这个19年呢和这个26年都是一次性的实验，也是喝一瓶少一瓶。像现在的这个26年，市面上基本已经买不到了。我个人觉得百富的这个故事系列，它这一套酒呢是有上涨空间的收藏酒。那从饮用的角度来讲，尝试新口味，我觉得大家在荷包允许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尝试的。好了，今天的百富故事系列我们就聊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哟。如果有想了解的酒呀，或者想让我帮大家开箱的酒，欢迎给我在屏幕下方留言。我们下次见，拜拜。